来，兄弟们啊，来我们看看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腹地深处，你看我们看到谁了？我们自己的同胞啊，中国五一，来，太不容易了。这跟我们一架飞机落地的巴新，这真的是缘分，拦都拦不住的缘分。刚才大哥来说，你来了。哎，真的，我觉得啊，就在这么特别深入，真的我不能说完全说这个没有文明了，说那种倒不至于这样。但是这一路过来，我看到很多的工地，这都是我们中国人给修的，是吧？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大工地一般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真的，我路过很多的那个，我看那机器都是好像我们中国的机器。有，一路过来的话，你能看得见我们国内的徐工啊，然后后面下工、中铁的中土哦，中土都是有中国，因为我们中国的设备已经到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了，到处都有了。对，就真的是人家都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是文明比较少，落后的一个国家。你觉得你来这儿你是刚来吗？我来这3年了，3年了，都在这儿，都在这。感觉怎么样？刚开始来的时候怕不怕？刚开始来的时候，落地的时候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太可怕了。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洋洋。对。当时我从21年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出来到巴新，当时我们是在莫港隔离了14天，然后后面下到我们这个项目上面的时候，一出机场的时候看到当地人的房子跟环境卫生，然后包括当地人吃槟榔的牙齿红的，特别吓人，包括环境啊卫生各方面，当时真的是有打退堂鼓。真的那个时候就想流眼泪，还不如回家吧，在这太落后了，就哪怕挣多少钱也好，可能这个国家我们不太合适。因为90后的想法可能就是觉得，你是90后，对我们90后的话就是觉得，在家可能从小到大娇生惯养习惯了，然后来到这个区域的话，就觉得特别受不了。你怎么想来巴新啊？那么多地儿。因为当时我们项目上面需要一个设备。就是我们国内的汤捕机，在这个国家黑人是非常少见这种设备的，而且我们在这边的话，中国员工、中国人的话，就是可能这一项，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发展到沥青遍地都是的，沥青路不是遍地都有的情况下的话，就会觉得这个设备就是非常少见。包括我第一次开我们中国徐工的汤捕机，在路面上干活的时候，当地人都是看见了，就是说，哇，这个设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证明我们现在中国的设备太牛了。对，你看看，世界各地都有。你看徐工各方面，这个也是我们国内的豪沃。兄弟们啊，给大家看看啊。你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哦，真的啊，兄弟们，给大家看看啊，真的，这已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属于中部了，真的属于中部地区了。中部地区就还能看到，这路都是我们中国修的，桥太厉害，桥也是我们中国修的，我们中国人在修。这一段有好几十座桥，好几十座桥，也是我们5.1的。刚开始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这儿原来有路吗？他们说没有路，他们说要从这儿要到莱城要很多天。对。而且他们好像对我们现在，你时间久了以后，发现他们对我们很感激。现在村民对于这一代的话，因为都是我们中国人在这边施工，然后后面其实他们也是很感激我们的。有可能你们过2天，要往亨诺那个方向走的话，那边有我们前段时间上半年有建一个有个大市场，那个市场的话，就是我们那边没水缺水，也没有一个好一点的菜市场。然后去年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有建了一个市场，然后当地人发现了我们在那边建市场的时候，每天中午就是我们施工班在那边的时候，水果啊、吃的、饮料什么都有，他们就是特别感激我们。可能以前的文化程度没有达到那个标准，现在慢慢的接触的中国人多了，他知道我们在援建，在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导致人他们就知道有一些感恩吧。甚至这个国家现在可能慢慢的会文化人文的话，可能慢慢会起来。没错，对，真的兄弟们啊，这个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在走，从这儿，今天我们来这儿其实也挺长时间了，这已经下午了。对，我们早上起来8点出发。我们8点出发的。对，到这儿就我们待在那个一个小镇小村上，他们都知道有中国人的存在。
而且他们非常感谢中国人，为什么？他们说多少年前之前，在中国人没来之前，我们这儿很贵，我们没有衣服。我们的衣服最早他们说衣服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二手衣服拿过来的，但是根本分不到他们这儿，没那么多人口，都分到他们首都就没了。现在你看见他们的衣服很多都是现在都是中国，因为第一中国便宜，第二中国人口多，就是给运过来以后，我们有衣服穿，我们有路，对，我们有吃的，很多我们的华人来这儿开超市，对，真的我觉得特别牛，冒这么大风险在这儿去，给大家援助公路啊，援助什么桥啊，我真觉得。太牛了！而且关键是我们中国的现在这些车呀，这些技术啊，已经在全世界都有，就都在用我们。大部分的路，非洲的路大部分也是咱们修的。我们公司的话，就是为了让黑人有就业率更高，让他们去学这些设备。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中国人，甚至会带5个、10个学徒，然后让他们慢慢去熟悉这些设备，以后方便于他们找工作。要不然这个国家真的是就业率太低了。他们没有，因为他们这边没有重工业，没有出口，他们这边只是靠一个咖啡进出口，别的东西太少了。就有了路，有了我们给他带来中国的一些食物、一些衣服，他们才变得越来越好。对，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这次我们去知道是我们来去寻找食人族，然后呢，因为这些人还远在大山里边。但是可能过不了多少年，他们这个就没了，就灭绝了。因为他们现在，我刚才给他看我们拍的照片，他们还能用弓箭，还能用喝水，是很原始的一种方式去生存。但是，我发现他们距离文明的越来越近了。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给他们搭建了桥梁，因为我们中国人给他们房子，对。甚至学校还有水电站也是我们国内的。对，他们说原来1个月的时间的路程，现在可能4天5天就到了。你是哪里人？我是福建哦。但我觉得你作为以后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客家。一定。我觉得作为90后来讲，真的不容易，这边真的不容易。是不是你在刚来这儿，你是不是最年轻的？那个时候也不算最年轻吧，排行老2、老3吧。现在00后来了一批刚大学毕业的，也是出来援建的，也过了援建的。但是他们在现场的会比较少一点。你们可能慢慢走过去的话，有很多90后，或者是00后。慢慢都开始出来援建，就是越到文明的地方就越有年轻人了。是不是这边很多就是包括环境啊，包括什么？你们有遇到过危险吗？在这儿？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特别是这一座山，以前我们公司的人一般不敢轻易上来，因为当地人带着安保也不行吗？带着安保也很难解决问题。就是说这边以前就是很少往外面接触中国人，很少。然后后面我们慢慢开始做这一条公路10几公里的时候，就是慢慢就习惯了，反而他们觉得我们来这边干活，对于他们是有利的。对，把路啊，把桥建好了，他们能喝得上水，走方便，行走方便，车辆方便。以前在这个地方是特别穷的地方，以前曾经我们同事有被抢劫过，就是我们第一批上来的时候，肯定要去测量、去勘探这一条路该怎么样去计划、怎么样行走的时候，我们同事有被威胁过。然后后面也是壮着胆子，慢慢就习惯了。所以刚才他见到我们第一面就问我们去那种地儿有没有被威胁，有没有被人拦路抢？这都是你们经历过的。我们都是被经历过的这样的。对，等于是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地儿，就也是没有怎么开化，什么都没有，我们去的地方没有，路也没有。这边几乎好多地方都是没有路，可能翻过了这一座山就没路了。没路了，你们就要自己按照他们原先土人走过的那一条小段路，从丛林里面走过去。对，你看看我们这鞋，我干了都啊！你看看这鞋就知道了。习惯了，因为我们也一般都是在路面上面建设，很少会去土著人家。是。对，但是也能感觉到。因为还有一个外人突然之间闯进他们的领地的话，他们对我们不是非常友好。明白。但是一定要当地土著人带着你们去拜访，那就可能安全系数会有保障。对，他现在其实就是主要就是这块跟你们都比较熟的一些，就还是好一些。这边因为就业率太低了，我们来这一个施工断面的话，一般都是会有招当地人，就是有招一部分当地人在这边，还有一个
一个是安全，为了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安全着想。对，这都是咱们教他开的吧？这个也是我们教的。你看，对，没错。他们开这个，哇塞，哇塞，兄弟们啊，看看啊，他们的技术啊，这是下工的啊，都非常高超啊，这都是我们中国人教的。看看他们这儿，啊，现在在和这个，你好，哇塞，这现在正在搅拌水泥，哇，非常的原始，非常的娴熟啊，加油，兄弟啊，good啊，加油。他们沟通的话，用是英语还是他们的？有一部分是用土语，然后有些土著他是不会英语，他只能去比划了。不是，一个是比划，还有一个是我们会学一部分土语当地语言。哦哟，兄弟们啊，看看我们下来了啊，带大家看一眼，看到没有？哦，哎呦，要这水土吧啊！哇塞，兄弟们看看，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的机甲，他们这边人全学会了，终于就业了，兄弟们。哇！你好。他们先来，兄弟们看看啊，这是我们。您好。您这儿看着呢是吧？教。哎呦，不容易。教他们怎么弄哈。是啊。您这多长时间没回去了？我刚过来几个月。哦，刚过来几个月啊？一般多长时间回去一次？1年一次。哦，您觉得这苦不苦？也还可以的。还可以，习惯了。哦，也是中国，咱们也是5一的啊。你好，哦，还有女生，还有女的。哦，对，我发现了，只要是给我们中国工作的，跟中国人接触多了，自然而然他们就觉得啊，中国人对他们是很给他们工作，对，教他们技术，然后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生活有保障，对，饮食有保障。兄弟们啊，虽然我们工作不同啊，我们这次来这儿啊，属于是探险之旅了。但是由于我们强大的祖国，看到没有，在后边支撑着我们，不仅速度快了，而且当地减少了很多的麻烦，也让我们变得很安全。哦，兄弟们啊，看女工啊，阿维弄 ，OK， 嘿，阿维弄啊，阿维弄，哇塞！看看兄弟们啊，看看这个斜坡，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技术啊，把大石头和水泥回填到这儿，最后形成一个斜坡，干什么呢？因为大家看看啊，它这边的路非常容易泥石流，非常的容易啊，一下雨就哗就到路就毁了，所以我们在这儿新建一条路，让这车直接压着我们这路基上去，因为它这路基啊这边的石头比较软，给大家看看啊，看它这路。它这里边的土一碰就碎了，所以整个它这路基不是很结实，所以我们要重新回填土，变成新的路基。你们住在这个营地的话，你们吃的各方面有缺什么吗？我们都不缺，因为中国福清人，中国人开超市到处都有，包括前面他们有抖音上面有说到亚马逊丛林都有中国人在。对，真的我非常佩服我们中国人。我一问，人家10几20年前人就来这边了，真的也确实很赚钱。但确实很赚钱。刚才这兄弟说了啊，连亚马逊丛林里边都说有中国人在这开超市。对，那我下次再去亚马逊的时候，我一定去看看我们中国的超市在那儿到底什么样。那就好，我主要是怕咱们到时候别吃不好，我觉得更想家。你们是不是应该带厨师了？我们这边有厨师，中国厨师。哦，咱们这有多少人？这次来了有多少人？我们本来我们公司就有几十号人在这边。哦。各有各的安排。那完了，专门有咱们中国厨师给对，做饭。有个厨师给我们专门做饭，就不会那么想家了。哎呀，有些时候想吃各种口味的时候，可以跟厨师说一下我们想吃什么口味。哦，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咱们这有安保吗？我们那边有，晚上有，因为毕竟这个国家晚上就不要出门了，太危险了。晚上就我都不建议出门，晚上别出去。我们也不出门，非常吓人，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他动不动会把你车拦下来，他甚至可能不是刻意要找你抢劫，但是一看是你，找你要钱。对，那些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给他们的概念就是会干活，会帮他们抢活干。
因为我们中国人基建防磨嘛，中国基建防磨，干活快，还有一个我们挣钱。中国人挣钱真的是太厉害了，给别人感觉我们很勤劳，对，我们多才多艺，但是我们还多金。所以说当地土著就会觉得我们中国人都是很有钱的。这确实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也是中国的强大。对，中国的强大。牛逼！大哥说让我给他拍个照。嗨，那这是宝宝不好了。阿维诺，非常的友好。对，他说也太要上镜啊！嗨，你这样来，哎，有小孩，你们今天晚上住哪里？我们住格鲁嘎吧？不是，还往下走。我们要走了，感谢兄弟啊！谢谢，我们了解很多，能够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能够见着自己家乡的人，我非常的激动啊！对，你真的，我觉得啊，应该替你们国家的人感谢啊！有这么多中国人，这是援建，我问了，援建。到这儿修路，一带一路的援建，在这么偏的地方，我们修出一条路，一个桥出来。真的感谢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有这么多我们的同胞年轻人，能够不惧困难和风险，来到这个别的国家，咱们一起共同努力建设，加油，兄弟，来加油！那我们走了，走了，注意安全。好，拜拜。